大家好，我是琉璃啊，欢迎收看本期的暗黑三视频。这期视频里呢，我们将给你带来武僧赛季的这个英纳水人玩法的速刷介绍。这是一个速刷的视频，冲程的视频等我从 C 阶回来再聊。这个速刷的玩法呢，有一些东西是绑定的，然后无形装备的种类其实也是固定的。我们这期视频会给你分享2套配装以及相关的玩法啊，还有一套懒人的配装。懒人配装我们后面再说。那么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玩法的核心机制。我们这个玩法的核心机制呢，就是利用新版的出套自级靴，配合一堆的换身真伤道具以及英纳套装，来用水换身形成一个速刷。英纳套装的效果是让我们换人角没有一名换身，它的本身换身伤害增加很高，然后我们打到敌人的时候呢，也会增加换身，最多是让我们的换身数量达到10个。我们原本是有2个换身的嘛。那么呢，在我们打中敌人之后，最多是有10个水人出来的。我们这边演示一下这个。哎呀，按错键了，我们的水人开始操作了，不好意思。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人攻击的一个模式啊，就是我们按了换身诀之后，我们的水人就会变成波浪，对着我们身边不停的波。然后这个波在我们穿了鞋的情况下持续30秒的，这里就要出现一个就是英纳水换身速刷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套装创造的换身只有15秒的持续时间，但是我们的鞋子能让他们波30秒，这就导致你在净图打出换身，按了第一个波之后，你的水人波了15秒消失了，这个时候你的换身 CD 可能还没好，然后呢，新的换身又因为套装的效果出来了，所以你在正常打的时候，你会很可能会看到很多的换身在那里摸鱼，只有1-2个换身在波，这个就是因为2个持续时间的冲突导致的。所以为了能让我们的更多的水人加入到波的行列，而不是在站桩摸鱼，我们首先需要堆一个比较高的 CD，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水人的 CD 比较快，在你发现水人摸鱼的时候，你能快速的按出下一个换身诀这个技能，让他们波起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还要带一个引荐，带引荐的目的除了刷这个换身的 CD， 让我们的水人可以更多的加入到波的行列之外呢，还可以让我们的疾风机无缝跑得更快，让我们的灵光物全程覆盖，这样子我们的坚韧也会高一点，也能全程免控。所以我们的引荐是速刷的时候的一个必需品，这个是第一个。然后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换身诀这个技能吃的增伤，我们就不扯什么更多理论的什么东西，说它是宠物之类的，我们就简简单单的说这个换身诀的伤害。首先，水换身诀它是一个冰霜伤害技能，所以它吃护腕部位的冰伤伤害。其次呢，这个技能是一个宠物类的技能，所以它能享受到我们侍从宝石的效果，就是宠物的增伤跟宠物的减伤。那说到侍从宝石这边额外提一句，侍从宝石这个使你宠物受到伤害降低90%的效果，对我们的随从魔女是生效的，所以我们的魔女可以无脑带一个使用全技能先知之手，获得这个10 CD 跟9.6%的冷缩。然后这个就是宝石的原因啊。然后接下来再讲加成，还有另外的2个加成是比较特殊的，第一个是攻速加成，第二个是换身诀技能加成。讲一下换身诀的技能加成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所有的宠物玩法它吃这个换身诀的加成是100%吃的。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武僧有的被动，像什么斗志坚决，像是尽力狂增，这2个技能它都是一个 A 类增伤，和太极石一样，这些增伤是按加法计算的。我们正常的装备技能呢，也跟这些东西加法。比如说我身上出了30%的，这个打拳的伤害，然后这个时候我触发了尽力狂增，那么它这个增伤不是 1.2 乘以 1.3， 而是 1.2 加上 0.3 是 1.5， 就它的增伤是没有那么高。但是宠物类的玩法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宠物它在吃技能伤的时候是一个独立加成，所以我们的30%的换人诀加成它就是30%。这2个技能伤只有在肩膀跟衣服这2个地方可以洗出来，因为武僧没有专属的副手嘛，就没有办法出第3条技能伤，所以一定要在肩膀跟衣服洗出这个换人诀的技能伤害提高这一条词条，没有这个词条的衣服跟肩膀就不要用。这个是技能伤的加成啊。技能伤加成讲完之后，最后来讲一下攻速的加成。我们的换人诀虽然在变成水波的时候，你堆攻速提升了，这个水波的频率不会变高，但是我们面板的攻速会直接增加这个水波的伤害，就跟之前的武僧的风雷冲一样，我们面板的攻速会直接按照一个比例反馈给他们，加多少攻速就直接反馈给多少。所以我们这个玩法在打速刷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诺回荡。
诺回荡的效果是杀一只怪加15攻速和5%的移速，叠5层，叠满之后是有75%的额外攻速跟25%的额外移速，效果是比较好用的。速刷的时候这两个是，所以说速刷的时候引剑跟诺回荡这两个道具都是必带的，就是这个是一个攻速加成的影响。然后讲完了这些基础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讲一下具体的配置。就你从我刚才的这边里面已经听到了，引剑跟怒火这两个道具是必须的。那么我们的第三件装备一般就是赛季的无形装备。这件无形装备，首先它可以是白板，就哪怕是白板啊，不好意思，我这边被影响了一下。就这件武器，它首先你一定要选巴图克的割喉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道具有一个效果是连续命中敌人可以使伤害提高10%，最高提高100%。我们这个玩法，你如果打过的话，就会发现他在打进度的时候推精英打白怪速度都还可以，但打到最终 BOSS 的时候效率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你赛季的带这个巴图克的无形，可以增加你打 BOSS 的效率。本来你打王战的时间可能要30秒，带了这个之后可能就变成10秒或者15秒了。所以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哪怕是一个白板，你也要拿这个巴图克的割喉爪。就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巴图克是一个7张选的伤害提高嘛。那如果你没得选的话呢，你也可以带另外2个无形，比如说隐士，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碧玉爪。那这2个无形的优先级就是碧玉爪优先于隐士了，因为碧玉爪有一个攻击敌人的时候加3%攻速的效果，这个攻速也可以提高我们水幻身的伤害。而隐士的话呢，只有在你坚韧真的非常不够的情况之下，才可能考虑去带一下。当然能带的话还是尽量带巴图克，因为这个道具还有9.5%的暴击，对武僧的收益是非常高的。说完了这些啊，再来说一下无形装备可以出的词条，以及根据情况我们最好选什么样的无形。首先武僧的无形装备是不能出水晶拳的，这水晶拳是我们后面一个很重要的道具。然后接下来说一下可以带的一个无形的特效。第一个特效是梅塞斯密特的劫掠者，这个道具可以让我们的水幻身的冷却时间刷得更快。然后呢，第二个是焚炉，可以让我们打精英跟打 BOSS 变得更快一点。你也刚才也听到了，就是我们打 BOSS 的效率其实不是很高嘛。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降龙，降龙我找一下在哪里了？我怎么找不到？应该在第1页啊，找不到，我们去找一下这个装备库。我记得我装备库里有一个降龙特效的，在哪里来着？让我康康啊，就是这个降龙的效果是攻击时我们的攻击速度有一定几率提高1倍。这个1倍的增伤比我们的诺回荡的增伤实际上是要高的，但这个降龙是有代价，它有一个内置 CD， 我们没法全程无时无刻触发降龙。所以其实你看天梯武僧在冲城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带一个降龙特效的巴图克，然后再加一个焚炉，然后再加一个水晶拳嘛，就是因为在冲城的时候，降龙配合元素界的收益是最高的。当然我们速刷的话还是要另外来讲。好，然后讲完了萃取萃取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萃取的方式，就是我们的无形武器也是可以出我们刚才说的引剑和诺回荡的特效的。如果能出引剑或者诺回荡的特效，其实这种无形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能自由搭配了。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巴图克，它如果是一个诺回荡的特效，那我这边的萃取就可以根据我的情况来选了。我可以想萃焚炉萃焚炉，想萃梅府萃梅府，想萃降龙萃降龙。那这边还有一个另外的萃取方式，就如果我们的无形带了一个这样的特效，我们就可以再额外带一个水晶拳了。水晶拳的特效是让疾风击让我们受到伤害减少50%嘛，是一个减伤类的道具。那当然你看我现在身上这一套有了肩膀的减伤，有了护腕的减伤，看起来我们的坚韧非常高。那为什么还要带水晶拳呢？因为我们在巅峰高的时候，我是推荐你上奥基德的，上了奥基德的时候，我们的坚韧就会有点空缺，这个时候上水晶拳就会更好一点。当然了，水晶拳是没有办法在无形武器出的，所以我们自己带水晶拳，就这个逻辑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边归拢一下，无形武器最好的萃取，就最好的无形武器的传奇特效呢是引剑和这个诺回荡，然后其次才是降龙啊，我们的梅府啊，我们的焚炉啊这些。当然也可以是流云桥，流云桥可以让我们在放风雷村的时候自动放飓风破嘛，那个就是个懒人打法，你把飓风破换掉，然后自己就一直按着风雷村往前冲，然后分身也是自动攻击，也是很 OK 的。就这些是无形的挑法。然后3件无形的排序刚才也说了，巴图克大于碧玉爪大于隐士，就哪怕是白版的巴图克也比另外2个强，在没有巴图克的情况之下，你才会去考虑说带碧玉爪跟隐士，就记住这一点就好了。好，然后这些基础的东西讲完了，我们就快速的讲一下配装，然后再实战一下就过了。
配装方面呢，首先我们要穿5件英纳套，分别是头、胸、手、腰带跟裤子这5个部位，这5个部位几乎是绑定的，没什么好换的。然后鞋子部位呢，我们自己穿这个粗糙子级靴，然后接下来2个护腕，带一个灵魂守卫，萃取一个蒙神的绑腕，因为蒙神的绑腕它是的特效是波动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最好萃取它，无论是不是带这个奥基德。然后接下来就是列斐伏尔的劝诫，这是我们的肩膀，肩膀这个部位的话可以洗换身伤害，记住一定要洗。然后这也是一个减伤的玩法，这个是一个高坚韧的配装。然后首饰方面的话呢，戴斯奎特的项链、克己跟手心。说一下为什么要戴斯奎特。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武身有禅定，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个无敌，保斯奎特效果很好。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的水幻身在攻击的时候可以让敌人被冻住3秒，保斯奎特也很好。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就算我们常常贴脸近战，老是被基因打破斯奎特的收益也比其他的传奇的项链高。就武僧没有什么好用的传奇项链，你说带个地狱火吗？收益高吗？不高，因为武僧的被动真的很拉垮。刚才也说了嘛，一堆的 A 伤，除了我们要带的这个无情猛袭之外，那这个情况之下，斯奎特的收益就比较高了，因为你开个禅定怎么着也有3-4层，你稍微走一下位也可能会叠上来。然后最后就是吃了护盾塔之后，这个就相当于全程一个小威能了。然后克己跟手心呢，也是2个增伤用的传奇宝石嘛，可以让我们人物自己打怪来给分身提高一个额外的伤害，他们是一个独立增伤。然后说到这里，正好顺手说一下传奇宝石。传奇宝石的话呢，我们选择的是侍从宝石、困者之灾以及强者之灾这3颗宝石。如果你觉得坚韧不够，可以把强者之灾换成转杀密石，反正不要换困者就好了。然后具体的装备词缀就是堆暴击、暴伤跟冷却缩减。和猎魔人不同，武僧是比较吃双爆的，所以双爆一定要堆高。而且由于有巴图克的存在，我们是可以做到将近60的暴击跟将近600的爆伤的，这样暴击爆伤都能堆非常高。然后其他的词缀呢，就是堆冷却缩减。速刷的话，冷却缩减的收益是比这个范围伤要高的。然后再接下来讲一下技能速刷不是梅府最好，梅府不是最好的速刷，最好速刷就是我刚说的嘛。你如果有奥基德的话，把那个梅府去掉，带一个水晶拳。你带梅府的话，奥基德这一套的坚韧就太低了我们这边先继续说就这一套是比较偏防御向的配置。然后萃取的话，刚才也说了嘛，就是怒火、引剑还有无形装备。然后衣服这边萃蒙分者，然后戒指这边萃黄华戒，基本都是绑定的。第二是技能方面，的话可以改动的技能比较多，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改。首先绝对不能改的技能是幻身诀，这个技能绝对不能改的，一定要是水幻身符文。然后其次是灵光雾我强烈推荐一定要带流沙赋，这样子的话全程免控，然后你跑得也快，打得也会舒服一点。然后接下来禅定这个技能可以保斯奎特，你如果觉得斯奎特保不保无所谓，那你可以下掉，不用管。飓风破呢主要触发我们的护腕效果，你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技能最多只能拉16个敌人，也就是说打的时候你要多打这个飓风破，不然有的怪可能没有被挂上。然后主要技能我们用来触发对戒，一般是带百裂拳，你也可以把它换成断金诀，带这个排山倒海这个符文，这个符文可以动怪。然后疾风击这边的符文我说一下，如果你要更高的伤害，可以换光辉如炬加15的攻速，虽然跟我们的怒火比起来比较低。然后其次是落星之术，这样可以跑得快一点。不过我个人喜欢带炫目光速，这样子坚韧会高一点，而且也比较容易配合我们接下来讲的奥基德玩法。这就是我们的所有主要技能。被动技能方面呢，我现在演示的这4个被动技能几乎都是必带的。先发制人可以让我们全程有30的额外攻速，效果非常好。一塔之辉是 20% 的冷却，可以让我们的分身放得更频繁。无情猛袭的话，我们的分身冰冻能直接触发，然后这好像也是武僧的很少有的一个独立增伤，我没记错应该这个是独立，大部分都是 A。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被动天人合一这个被动的减伤是比较高的，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暂接是5600万的坚韧，我把天人合一换掉，的话变成4800万的坚韧了，就坚韧跌了好大一截。这还是因为我身上很多装备都是有全抗的原因，就如果你条件允许身上有那种带护甲带单抗的装备的话，这个天人合一是能够给你提供更高的一个坚韧的。当然你不带这个技能也行你可以把它换成一个濒死本能或者别的。就第5个被动一般来说推荐你带濒死本能，如果你的这个无形武器自带了濒死本能的话，那你就带别的。就别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带这个奇形协力，提高一定量的伤害，比如说你可以带这个精神之心，减少怪物的伤害，你还可以带融会贯通，提高自己的伤害，这都是可以的。反正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挑就先发1塔跟无情猛袭这3个是必带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想一下，接下来什么来着？你们不要打岔呀！先知先觉单抗少比天人合一强，先知先觉是一个非物理伤害，它减不了物抗呀。就天人合一是能够加你物抗的，物抗才是大部分时间打到我们的东西。哎，等等，我不能受弹幕影响，我们接下来继续说，不说了，就不受你们的影响了。我先把弹幕给屏蔽了，最小化。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套配置。就刚才我们第一套配置是比较适合新手上手的，你具体战斗呢就是传送到怪堆里，然后飓风破拉一下怪，然后就按一下真言，然后打拳，操作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们这边先开个110演示一下，然后接下来再演示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就比较脆了。这边先找到怪，找个精英，就净土的话优先是找精英啊，然后就这样就直接打拳，然后飓风破，然后水人这么播，操作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没有说什么比较难的操作。而且技能方面也不像猎魔人，你知道猎魔人打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比较催命的感觉，因为你一直要按动能嘛。那猎补身就没有这个问题，你就走过去打个飓风破，然后其余技能你爱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当然了，换身是一定要按的，不然你这个换身就播的不够频繁了。就这边正好也演示一下，大概15000的左右的15000左右的敏捷打一个110层，应该2-3分钟就能打完的。然后你这边可以看到我的水人开始捣乱了。就你可以看到我的水人有的开始划水了，这个时候就赶紧杀怪，然后把引荐给刷出来就好了。当然你有红的话，你可以把水人、禅定还有我们的这个灵光物都调个红，甚至你可以调一个左键的自动寻路的红，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你只要按一下飓风破，别的键都不用管了。这个就是一个鼠标红的偷懒机制，这个玩法其实到赛季后期是非常的适合懒人抠脚的。那我们这边要不要打完？我感觉打完的话，这个演示会比较长，还是打完了好一点。虽然其实是因为图烂啊，但现在撕票也不太合适，因为撕票的话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房间了。最近游戏比较卡，我每次进游戏的时候都要反复的去找这种不卡的房间。那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个比较好的房间了，打起来的延迟不是很高。那之前的房间有的可能打着只有几百的延迟了，收益非常的低。这边就是正常，就打精英的时候要记住，见面呢就直接把飓风破给它挂上，这个真伤挂上去才能让我们的分身最大化输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护腕的真伤，就飓风破你是拉不动霸王的，所以霸王是不吃这个真伤的，就和就差不多跟死灵差不多吧。你打霸王的收益会非常低，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见到霸王，你如果正好有引荐，你可以选择直接跑掉，当然你直接刚死它也是可以刚死的。就没有说像死灵那么脆，因为我们本身经验还是够的。然后这是 BOSS， 这边巴图克打 BOSS 还是比较快的，也就是需要稍微叠一下啊。这边水人刚才发了下呆，你看到了那么多水人，然后现在伤害越来越高，然后打死了。就我带巴图克打这个 BOSS 的时间大概是10秒到20秒之间，如果不带的话，可能就是25秒左右起步，甚至有可能有的时候要打到30秒。好，然后这一套是一个坚韧项的配置啊，然后接下来讲一个输出项的配置。输出项的配置的话，建议你最少在12000以上的敏捷再去尝试，而且带那个输出项的配置的话，你可能还要补一点体能，因为这样子就跟猎魔人一样嘛。猎魔人这个赛季是带名册跟残影的，上奥基德的话名册跟残影都不带。我们武神这赛季呢也是上灵魂守卫跟贝斐弗尔的劝诫，这两个正好也是一个50一个60，然后巅峰够高的时候吧。我怎么拉了个这么差的巴图克？我找一下我那个比较好的巴图克。在这里就换上来，就正好把这个肩和护腕这两个位置换成奥基德。首先讲一下为什么带奥基德，因为我们这个玩法在速刷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找精英打飓风破，把精英吸过来，然后把精英打死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输出都是揍在精英跟 BOSS 身上的。那这个时候奥基德的这个造成伤害提高跟对精英伤害提高收益都比较高，对精英的减伤也是有一定收益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奥基德大概能给我们提供一个2到3成的输出提升，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我们少了2个防御项的装备，少了一个，我找一下东西，就少了一个护腕，护腕这边上限是60的减伤嘛，少了一个肩膀，肩膀这边上限是50的减伤，这样是比较亏的。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最好是巴图克这边带一个引荐或者怒火的特效，然后我们可以弄个水晶拳，水晶拳可以给我们补个50的减伤，这样我们在防御端也就够了。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你像我一样带的是白版的巴图克，那也可以怎么办呢？稍微点一点体能，或者是
或者是本身的敏捷比较高，也是可以解决这个方式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强者之灾换掉，因为强者之灾的对精英伤害15%跟这个奥吉德的30%的精英伤是加法计算的，它的收益会稍微变低一点。我们这时候可以把强者换掉，换成一个什么？换成一个转杀觅食，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一些怪物的地板上面从容的站住了。那接下来再演示一下这个奥吉德的玩法。奥吉德的玩法其实也是就稍微打高2层嘛，稍微注意一下坚韧就好了。哎，这把的图好。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看一下奥吉德的杀精英的速度，就比刚才快了很多。但奥吉德其实奥吉德是可以加3层的，我这边加2层是个人觉得要演示的话怕猝死嘛，我们就稍微降一下。就奥吉德从伤害的角度来说，你甚至多开个3层4层都无所谓，但坚韧真的下降了很多。你可以看到我刚才稍微挨了一下怪打，直接掉了很大的一截血。哎，这只怎么没？哦，他开了护盾，那没事。那这边是奥吉德的演示，其实这把图也比较好，应该2分钟之内就能打完了。当然了，武僧这个职业它是不如猎魔人的，我同样装备配置的猎魔人，这个时候应该是上了奥吉德再打115到116，比武僧可能要高个3到5层。而且猎魔人是个远程职业嘛，他上奥吉德比武僧上的是要果断一点的，因为他可以在远远的地方把怪打死或者把怪冻住。武僧就不行了，武僧是我们这个玩法是必须贴脸的，虽然说有的精英你能够快速冻住，但有的像什么反伤啊、电话之类的，他们的这个技能词缀还是会打到你，打到你的话可能就把你打死了。这个就是你在战斗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情。当然最后熔火肯定是不要踩的。然后最后说一下这个玩法的话，球池也是稍微要堆一下的。我现在的球池，现在球池是多少码？看一下，我现在球池应该12码，就体验还算比较好。我建议你是跟我一样，球池堆到10码以上，就不用像猎魔人那么样，猎魔人堆的是要堆很高的球池的，武僧就不太需要，武僧堆个10几码的球池就够用了，因为我们是可以飞的。你可以看到打大王的速度就慢了很多，就没法直接秒掉了。当然了，这个玩法你用我刚才那一套坚韧比较高的，你是可以打慢刷层的，你可以打那种3到5分钟打完的层数，你开高一点。奥吉德这套就不行了，奥吉德这套你打慢刷层，你很可能会被打死，因为你的伤害不够，秒不了精英的话，精英就直接把你打死了，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事情。好，那么这边奥吉德这把也是1分57秒打完了，跟我们预计的也差不多。那我们这边的演示差不多也就到此结束了。最后说一个比较有趣的玩法吧，比较有趣的是一个风雷冲的玩法。风雷冲的玩法呢，就是用风雷冲来代替我们的飓风破。这需要你的传奇或者说就是你的无形是有一个效果的，就是这边装备一下，这边宝石怎么这边药水怎么还下来了？就是带风雷冲，然后用风雷冲来触发我们的飓风破。我这边的影视呢是带了一个流云桥的效果的。我们接下来就演示一下这个玩法是比较抠脚的，我们快速的演示一下，然后不打完，我们这一视频就此结束吧，因为毕竟视频说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嘛，可能大家看的也比较烦了。这个就开的低一点，开个107左右。好，然后这个玩法就有点像风雷冲了，你就在怪堆里这么转，偶尔打一拳，然后等着水人把这个怪波死就好了。然后全程的这个怪物呢，不是被你这么吸住，就是被水人冰住，也是比较安全的。最重要的是，它比较催眠。你看我之前的玩法，你要走过去找到怪，然后对它打这个叫什么来着？走过去打到怪，然后呢，你还要对它放飓风破，你还要挂 buff。现在这个挂 buff 的过程被我们直接省略掉了，那就变得相当抠脚。所以说是一个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的玩法。然后玩法呢也比较类似之前武僧的风雷冲，就如果你之前玩过风雷冲的话，你能比较快速的上手。那么这边演示也就结束了。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剩下的话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下期视频的话可能会比较晚，因为接下来我要去一下 CJ， 可能8月1号左右才会有新的视频更新了。到时候回来我应该还会再玩一下武僧的闪宗，再玩玩法师。那么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打多吗？你这个猎魔不行，我太我靠，你没有翻滚吗？要打了吗？打上个翻滚不就好了？我从手动转了猎魔，你看看。我靠，猎魔开红不就行了？为什么要手动？他这个转套我这轮稍微就蹭一下。你他妈带的转套，我靠！我那套我一直是转套的，你不知道吗？啊！我今天不是问你要不要弄经验套，然后你也没说，我就一直。
我靠，附近有精英吗？停不上场要让他拉呀，来呀！完了，真恶心。应该是蹭不到了。我随便打一下，然后走吧。这一轮没蹭到。下轮要打吗？他已经开始打了呀。啊！我靠，感觉没对上元素。我交个硬币。我还要过一会儿才能变。啊！元素没对上啊，刚上一轮。马上还有大概几秒，5秒。又开始掉坑了呀。那不是挺正常的？我这没到火呢，还就直接靠黑人把他打死了。他来了。再等等。交个硬币。哎，变成白人就只能在这里走来走去了。太丢脸！不是，他每次都差，每次都是正好差一点的呀，这我也没有办法呀。也不是我想这样子的，对吧？那要不我就只打一轮不看元素，好像也不是不行。这是个大的。阿锤，我给你上练爽爽。我不拉了呀，那后面的。不要了，操！你继续上，我继续跑。后面都不接上来的。这边要打一波吗？你得等无一过来吧。你看那个男的。这蓝的好像可以。我靠，这2波蓝的都可以。要打了吗？要打了吗？我变了。变吧。变了。哇！没什么，我靠！哎，吃到了1秒。完了，没吃到。感觉变早了。问题不大。不到火了，不过没事，你白人继续打嘛。这是50层的黑人。够了。我靠，这什么为什么老是刷在脸上了？50层，我刚才这一轮52层直接也能杀掉。这里。上面有组金的。打嘛，下波打。你那是低级的地狱火的戒指。要打了吧？我变了。变吧。你要买？开啊！我靠！我只能白这里了呀，这大锤踢走了呀。炸了吗？我要变白了。我炸了。我炸1个好吧，够你增速的了。够了。你把剩下的这2个杀了就行了，我实在没办法了。这跑得太快了。哎，没有拉这一左一右。人家是不是给你拿不一样？没骗你的。
算了吧，你还打满子，我操！我只是说你演那个，我要不打。我把那两只引过来啊！你们要打了吗？打了呀。没打了，我直接变了，不变来不及了，不变蹭不到这个层数了。法师火鸟的冷却，看你玩什么流派吧。你蹭到了吗？蹭到就打。我蹭到了蹭到了111层，我靠！抬脚就这一轮啊，就这轮活啊！不过我还可以再打一轮，没有元素的。打完了吗？这轮活？嗯，打完了。再打一轮嘛，没有元素吧？嗯，盯着这里。没有元素的也打完了。走，那往前走。这里吧，前面这种走了，你把那小怪回来一下。火鸟这个黑人变身不输出就混层数，层数怎么用？层数给你白人增伤啊！你有法尊啊，白人能继承层数的呀。要打了吗？哦，变了。变吧。你这个层数达到白人100乘16倍增伤啊，比威能塔还猛，好吧？我冰的时候你就可以变了。嗯，我冰或者那我得看我的元素啊。他都炸死了，我操！我靠，这一轮我就是起手的一波，直接杀的就剩一只了。这只要打死吗？感觉打死他就没有黑人去打 BOSS 了。不要了的。走嘛。别这球。可以找一波大的这边。要打了吧？我变了。你兵可以变。我变了。这黑人不是给队友辅助，你看我黑人结束的时候杀精英的速度啊！你们不要看我黑人的时候划水啊！这个套路单人不好用啊，真的别拿他去打单人了。炸出来吧！3秒、2秒、1秒，我快炸！哎，吃到了。我知道，我看着的。你只有一轮机会，二棍，是吧？对，你只有一轮机会。二棍马上要招小怪了，控制一下。这轮。那你看黑人就是这么玩的，你看是不是直接把精英给打死了？就是你在进度阶段吃的苦会在你变白的时候给补回来。我点哪个宝石啊？随便。我把等级低的宝石先点上来了。点120多了呀，130多了呀。好的。为啥点？原来0级的有。你看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用黑人了吧？是不是看上去很爽？看看这，着实有一。